几天前，咱们详细了解了一下瓦格纳雇佣兵的来历，但是比瓦格纳更令人值得深挖的是其幕后 BOSS 叶夫根尼·普里戈金。这位可不得了，仅用了12年时间，就从一个厨师摇身变成了俄罗斯的政商寡头。今天大兵就带各位详细了解一下这位普京厨师的发家史。2014年夏天，在俄罗斯首次秘密入侵乌东的高潮时期，一群俄罗斯高级官员聚集在国防部总部，他们是来见叶夫根尼·普里戈金的。这名中年男子剃着光头，说话粗哑，房间里的许多人只知道他负责军队的餐饮合同。普里戈金告诉众人，他需要从国防部手里获得土地，用于训练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与俄罗斯军队没有官方联系，但仍可以用于俄罗斯的战争。俄国防部里的许多人并不喜欢眼前这个光头男人的态度，但他明确表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要求。普里戈金告诉国防部官员，命令来自爸爸。他用了一个昵称来称呼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强调他和普京总统的亲密关系。而在那天，由这个男人做出的决定，也将对俄罗斯未来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冒险产生巨大影响。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呢，瓦格纳集团的阴影开始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蔓延。除此之外，瓦格纳还加强了在非洲的活动，其训练有素的战士为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权执行关键的安全任务。靠着多年在中东、非洲、南美为俄罗斯出兵摆平争端，在挣得大把美元卢布的同时，瓦格纳和普里戈金不仅在俄罗斯，在全世界的名头也越来越响，如雷贯耳。但虚名在外的瓦格纳其实并非传说中的骁勇善战，之前的成功皆在于他们面对的都是缺乏现代化武装的毫无战斗力的民兵。但是依靠自家媒体的强大包装能力，已经将瓦格纳神化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神。这也让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在俄总统普京日益萎缩的核心圈子里的权力越来越大。来自美国、欧洲和非洲的外交官甚至一度为其召开闭门会议，讨论如何限制瓦格纳的扩张。官员们甚至起草并分发了一份战略路线图，以将该组织赶出中非共和国。与此同时，自从俄罗斯开始攻击乌克兰以来，瓦格纳招募了数万名新士兵加入战场，使该组织在包括索列达尔市在内的顿巴斯地区取得了军事胜利。普里戈金此前否认与该组织有任何关联，但是2022年公开承认自己与该组织的联系。他经常出现在乌克兰前线的宣传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中，把自己的部队标榜为这场战争的英雄和领袖，同时嘲笑西方的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纳只是普里戈金影响力范围中的一部分。一些与普里戈金附属公司网络有关的行动，此前已经被报道过。普里戈金甚至公开承认干预外国选举。到了俄乌战争开始，在俄军出现大量伤亡，不得不进行部分动员时，普里戈金更是趁机加了一把火，来到熟悉的监狱，向里面的囚犯发出了征兵广告。他给出的待遇十分诱人，声称只要签下这份为期6个月的合同，就能够换取赦免和由俄罗斯国防部提供的清白证明。除此之外，个别有特长的囚犯甚至还可以获得工资。就这样，普里戈金为瓦格纳招募了至少 3.8 万名囚犯兵。更令人震惊的是，前线参与战斗的瓦格纳的战死待遇与俄罗斯正规部队差不多，那些立功的同样都能受到官方的嘉奖和抚恤，甚至个别士兵还会被授予俄联邦最高军事荣誉俄罗斯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比如2022年10月上映的电影《地狱坚兵》的编剧瓦格纳指挥官阿列克谢纳金就被追授了这个殊荣，由俄罗斯政府出面给他举办了十分隆重的葬礼。要知道，传承苏联遗风的俄罗斯对进入军人公墓的资格向来非常看重，但凡能埋到各地军人公墓的，那都是接受人民群众吊唁的国家英雄。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将一些瓦格纳阵亡的囚犯兵埋入军人公墓的举措，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会的一些议员表示了坚决反对。那些曾经的犯罪分子怎么能跟崇高的军人长眠在一起呢？然而在老板普里戈金的几番游说下，很快俄联邦国家杜马排除众议，决定在军人墓地专门开设一个勇敢大道，用于埋葬在战争中囚犯出身的瓦格纳士兵。理由是，一个为祖国而战的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军事荣誉，无论他曾经是什么样的人。说到这儿了，大家可能都看出来，
这个普里戈金的能量相当大，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爱国寡头，更拥有着很多俄罗斯高层政客们都难以企及的影响力。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这里就要从普里戈金早期的创业历史说起。1961年，普里戈金出生在列宁格勒，算是普京的老乡了。不过，跟普京衣食无忧的青少年时代不同，普里戈金的早年经历比较坎坷。从小，他跟着妈妈和继父生活。继父是个产业工人，有酗酒的恶习，每次喝高了就会有家暴倾向，这导致小普里戈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控制欲望，而且行为叛逆。1980年，普里戈金因为盗窃罪被判缓刑2年。被从轻判决后，他并没有洗心革面，还不出1年，普里戈金就又被警察抓了。这回他因偷窃和暴力抢劫罪被判12年有期徒刑。到了1990年，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被提前3年释放。这么看，去监狱里招募囚犯兵的时候，普里戈金那种特别能说到犯人心里的一通忽悠，以及后来为战伤和阵亡囚犯兵争取俄联邦烈士待遇的劲头，可能跟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关。刚刚重获自由的时候，作为有案底在身的刑满释放人员，普里戈金求职四处碰壁。为了谋生，他先是去周边的建筑工地做一些体力活，在攒够一定钱后呢，准备在街头做个小吃生意。这时候进入到1991年，诸如麦当劳、必胜客这些也开始大举登陆仅剩下半口气的苏联了。1990年，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在莫斯科开业时的场面，能坐在里面的都已经在天寒地冻的室外排了至少3个小时。普里戈金抓住机会，在自己的小吃摊上售卖起了那些高仿快餐，比如结合了俄式口味的汉堡、热狗，生意非常火爆。几年后，普里戈金靠着做小吃生意积累下来的资本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助力，在寸土寸金的圣彼得堡涅瓦河畔开了一家高档餐厅。这家餐厅的利益很不一般啊，它主要面向俄联邦境内的高端人士，接待的顾客大部分都是政府要员、各领域的大寡头、演艺界明星等等，成了社会名流和商界精英们的一个重要社交场所。不过，这时正饱受休克疗法之苦的俄罗斯普通民众也没有能力天天去高档餐厅。1998年，普里戈金在自家餐厅里接待了时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的普京，两人首次见面，相谈甚欢，相互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再后来，有了大人物的照顾，普里戈金的餐厅在俄联邦境内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多个连锁店，并逐渐承接了俄政府和俄军的高层餐饮服务，获得了大量的政府和军方订单。但是，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这位光头厨师的理想可不只当个餐饮界的大佬。到了2010年左右，普里戈金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政商大寡头。除了他起家的餐饮业，还涉及了互联网信息和建筑、能源领域。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普里戈金和瓦格纳集团迅速崛起，成了普京的法外军队。普里戈金这个名字呢，也屡屡出现在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上。但是这一系列的制裁换来的是普里戈金的挑衅。比如，普里戈金主动公开承认了一个叫做叶夫根尼·努金的叛变囚犯兵被大锤锤杀的视频，正是出自瓦格纳，并宣称战争就是战争。叶夫根尼·努金并没有在乌克兰找到他的幸福，却遇到了不友善但公平的人。几天后，一个装在小提琴盒子内带有瓦格纳 logo 的铁锤被送往欧洲议会，并且铁锤的手柄还疑似抹了红色血迹。看到这里啊，大家对于瓦格纳集团应该在心中也有了定义，这是一个带有明显兄弟会信条的军事安保集团。老大普里戈金拥有绝对权威，十分讲究所谓的江湖规矩，对勇敢战斗者不吝嘉奖，极力为其争取名誉，同时对叛变行为零容忍，甚至在很多时候连投降都是不被允许的，同样会被视为叛变。也正是如此，为了重获自由并且取得国家出具的清白证明，去掉犯罪记录，选择加入瓦格纳的囚犯兵们打起仗来非常玩命，伤亡率更是相当惊人。死战几乎成了前线瓦格纳们唯一的选择。对于如此无奈的选择，普里戈金则自豪地称，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而除了现实当中，普里戈金还被指控管理着一支网络军队，
多年来，普里戈金的集团网络一直在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例如，他试图将这些虚假信息和政治影响行动扩大到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欧盟国家，以煽动反北约和反西方的情绪。2020年的时候，他还因为涉嫌干预美国大选而被美国司法部通缉。不过呢，乌克兰战争持续至今，随着俄罗斯军队屡屡受挫，普京越来越依赖由普里戈金创立的瓦格纳集团。随着普里戈金在国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他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了，过于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忽略了他需要与之合作的俄罗斯国防部。然而，这一疏忽可能对普里戈金产生反作用力，导致他与新任命的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以及国防部长绍伊古之间产生分歧。普里戈金近日发布了一则音频声明，指责格拉西莫夫和绍伊古叛国，因为他们既不向瓦格纳提供急需的弹药，也结束了瓦格纳继续从监狱里招募士兵的计划。根据俄罗斯内部人士透露，普里戈金热衷于俄高层官员较量，这为他赢得了其他非正规部队领导人的欣赏。一位亲密助手称，在普里戈金风头正盛时，他将绍伊古视为最大的敌人，试图从绍伊古手中夺取权力。但是随着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新的总参谋长，俄军部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格拉西莫夫利用自己的地位，大大削弱了普里戈金的影响力。想要继续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普里戈金只能期待瓦格纳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即便是从军事角度上看，瓦格纳用大规模伤亡为代价占据索莱达尔，完全是得不偿失。普里戈金呢，仍然没有丝毫犹豫，毕竟如今的瓦格纳已经死伤惨重，索莱达尔很可能成为瓦格纳最大的战绩。一位接近普里戈金的人士表示，这位普京的厨子可能会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一样，因为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遭到太阳融化而跌落水中丧生。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瓦格纳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